据俄媒报道，曾获普利策奖的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西摩·赫什近期再爆猛料称，俄乌两国之间似乎已经开始了秘密的和谈。他还补充说，这次和谈的背后推动力并不是莫斯科或华盛顿，也不是基辅，而是领导双方战争的最高将领。赫什的爆料有几分可信度？在美西方军援乌克兰都陷入疲软之际，俄乌战事会否走向真正的和谈？来看看报道。据俄罗斯塔斯社、莫斯科共青团原报等多家媒体报道，美国独立新闻调查记者西摩·赫什1号在新闻内容创作平台订阅堆站上发布一篇名为《将军对将军》的文章，指出，欧洲已广泛在讨论俄乌和谈，但推动和谈者并非华盛顿或莫斯科，也不是美国总统拜登或俄罗斯总统普京，而是两国领导战斗的两位最高级将领，即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和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扎卢日内。赫什在今年2月曾爆料，美国情报部门和美军人员主导的策划炸毁北溪天然气管线。如今，他爆料俄乌最高将领正进行秘密谈判，再次吸引全球目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韩克迪向深圳卫视分析认为，由俄乌双方最高将领来主导俄乌谈判的消息不太可靠。按照我们的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理解，两个国家其实现在已经建立了比较稳定的、也比较成熟的文官体制，就是军队将领完全受文职领导人控制。所以如果两个国家，俄乌两国要进行和谈、和平谈判，我觉得只会委派外交部门或者情报部门去进行谈判或者接触，不太可能安排军事将领去进行接触。军事将领的这个责任就是打仗，所以我觉得像格拉西莫夫和扎卢日内这两个军事将领私下接触谈判的这种消息，可能是不真实的。赫什还补充说，双方磋商了和平条件，可能的方案包括乌方可以加入北约，但北约承诺不得在乌境内部署部队和进攻性武器，而交换条件是俄罗斯保留克里米亚以及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占领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地的部分领土。赫什称，美国白宫坚决反对这一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反对。他认为乌克兰应该战斗到底。不过，赫什援引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泽连斯基被告知问题不是由他来解决，而是由军方来解决，因此无论有没有他，谈判都将继续。无论是普京还是泽连斯基，都不可能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领土问题上做出让步。我觉得俄乌两国要达成一个长期的、公开的、正式的这种官方协议，说要俄罗斯承认乌克兰可以加入北约，要乌克兰放弃乌克兰东南部的5个州，包括克里米亚，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在现在这种条件下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呢，双方在战场上进行战斗打到筋疲力尽的时候，倒是有可能达成一个短期的、暂时的、临时性的这种停战协定，这个是可能的。尽管赫什的最新爆料尚未得到更多官方信源确认，但外界观察指出，该报道其实凸显了当前乌克兰内部的矛盾。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乌总统泽连斯基和现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之间的矛盾近日愈演愈烈。两人分歧主要源于对大反攻的军事观点和预期存在重大分歧。扎卢日内11月在接受英国经济学人访问时公开承认俄乌战事陷入僵局，引起泽连斯基不满。乌克兰总统办公室公开谴责扎卢日内相关言论，称其说法引发西方盟友恐慌。纽约时报称，泽连斯基办公室的表态是一次引人注目的公开斥责，标志着在乌克兰本已充满挑战的时刻，军方和文职领导层之间正在出现裂痕。随着乌克兰内部矛盾的公开化，外界有传言扎卢日内将取代泽连斯基。而此前乌克兰一项民调显示，82%受访者支持扎卢日内，胜过泽连斯基10个百分点。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就站在了扎卢日内一边。他日前在接受瑞士20分钟日报网站采访时说，他说的是实话，有些人不想听实话，但毕竟他是负责任的，说明了今天的情况是怎样的。克里奇科在采访中还非常明确地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犯了错。
他呼吁最高层更坦诚地说出乌克兰在这场战争中的真实处境。而另一方面，美西方对乌克兰的军援已经疲惫。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号在接受采访时承认，无法满足乌克兰的弹药需求。他还称要为来自乌克兰的坏消息做好准备。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近日也承认，美国援乌面临资金困难，拜登政府用来支持乌克兰的资金只能坚持到今年年底，之后继续支持基辅将变得非常困难。自去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已经向基辅提供了超过76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和其他援助。但数周来，拜登政府一直试图推动美国会通过新的国家安全资助方案，但没有成功。该方案包括为乌克兰、以色列等提供大约1060亿美元的援助，但因为共和党人的反对，涉及援乌的方案至今未获通过。目前，美国国内对于在援乌问题上的一些争执和分歧，就造成了在援乌问题上，国会迟迟不做出决定，因为两党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但是总的来说，美国两党在援乌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比如援助的数量、援助的时机，还有呢援助的优先方向上，可能两党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些分歧、一些争论，特别是面临明年的大选，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波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号在加州参加里根国防论坛时，依然重申了美国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抨击主张美国无需承担过多责任的论述，并呼吁透过预算补充援助乌克兰。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美国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承认，拜登政府军援乌克兰的资金正变得非常困难。您对此如何看？我认为这些说法基本属实。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的确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这一方面是因为以色列与哈马斯突然之间爆发的冲突，削弱了美国军援乌克兰的能力。另外一个方面，是因为民主与共和两党的内斗，尤其是新任保守派共和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上台之后，阻挡了拜登政府进一步军援乌克兰的法案。当然，更大的麻烦还在于，万一明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卷土重来，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还有可能要彻底断炊。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拜登政府以及整个北约就要放弃乌克兰？以及乌克兰就要自暴自弃了呢？我认为目前还看不到这样的迹象。就乌克兰方面来说，国内的主流民意不仅并没有做好以土地换和平的心理准备，而且超过60%的民意仍然主张要收回乌东4州，甚至是克里米亚。同时，从战场态势上面来说，虽然乌军并没有在反攻行动中取得预想中的摧枯拉朽般的胜利，但是也不意味着反攻行动已经失败，只不过是进展比较缓慢而已。这些都意味着乌克兰不仅没有放弃，而且也不准备放弃。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看到，虽然乌克兰打得很辛苦，同样俄罗斯也撑得异常艰难。总统普京最近签署命令，大幅扩充俄罗斯的武装部队，不仅从另外一个侧面印证了当前的俄乌战事就是一台残酷的绞肉机，而且一再招兵买马、扩充军队的行为，也印证了俄罗斯真的不容易。那么其次，从美国与北约方面来说，他们也没有做好进一步放弃军援乌克兰的心理准备，因为不仅乌克兰的失败就是他们的失败，而且他们压根就输不起。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这背后还事关拜登总统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因为支持乌克兰打败俄罗斯是拜登极力主张的外交政策，一旦乌克兰战败，也就意味着拜登个人的失败，意味着拜登将会失去连任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拜登政府在军援乌克兰问题上示弱与哭穷，实际上是在打悲情牌，也就是为了赢得美国民众的支持与同情，以向反对继续军援乌克兰的共和党施压，让他们早日通过新一轮高达600多亿美元的援乌法案。
不仅如此，我甚至认为，在俄乌战事上，拜登政府还正在憋大招，让乌克兰在明年美国总统大选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攻，以为拜登与民主党的选情来冲洗助选。据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网站报道，此前曾调查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美国记者西摩赫什透露，由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和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扎卢日内正在秘密启动和平谈判。您对此又是如何看呢？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实际上仅仅是一个为了博人眼球的谣言。假如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和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司令扎卢日内正在进行绝密谈判，美国记者西摩赫什是怎么知道的？消息来源又是什么？我之所以认为这则俄乌最高军事首长谈判的爆料非常荒谬，首先是因为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至少在表面上实行的都是西方的一套政治制度，即总统不仅掌握政治、经济与外交大权，而且是事实上的最高军事统帅，专业军人不能干预政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职业军人或者说是军事指挥官的格拉西莫夫和扎卢日内，怎么可能越俎代庖，绕过甚至瞒着各自国家的总统，在前线进行秘密和谈？这种现象只有在这么几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会发生：一是乌克兰发生了军事政变，扎卢日内夺取了泽连斯基的权利，或者至少是架空了泽连斯基总统才会出现。可是我们看到，泽连斯基总统仍然好好的坐在自己的位置上。二是泽连斯基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能力，和目前也没有看到这样一种迹象。第三就是扎卢日内私事通敌，可是这样一种行为啊，不仅是要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而且就算是你谈出了结果，又怎么能够得到乌克兰国会与民众的认同？除此之外，这次传言还声称，格拉西莫夫与扎卢日内达成的和谈方案包括：乌克兰可以加入北约，但北约承诺不得在乌境内部署部队和进攻性的武器，而交换条件是俄罗斯保留克里米亚以及在特别军事行动期间占领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等地的部分领土。那么这就更加荒谬了。假如北约承诺不得在乌境内部署部队和进攻性的武器，那乌克兰加入北约还有什么意义？和谈的结果是乌克兰承认俄罗斯实际占领的领土，这一条乌克兰的主流民意与国会答应吗？明白了这几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次传言极有可能是俄乌之间打心理战和实施离间计的一部分，其目的是要利用泽连斯基与扎卢日内之间的不和，来扰乱乌克兰的军心与民心。